这是没压下来的沙球，这是下压感十足的沙球，这是发力分散的沙球，这是发力集中的沙球。为什么你的沙球总是很轻？感觉动作没问题，可力量很分散，感觉击球点挺高，可就是压不下来。如何用上身体惯性击球？高手口中的挤压感又是什么？一个视频让你掌握正确的集中发力时机。Let's go！ 视频使用胜利鹰豹 Pro 马年限定悬浮手柄搭配扎实拍框，让爆发扣杀更好上手。想要流畅的挥拍与击球的发力，首先要理解羽毛球发力击球不是运用拍打的力量，而是利用惯例以甩动的方式击球。判定是否拍打击球的主要方法是小臂上挥是否是主动发力。比如这样，我们先看几个常常导致拍打击球的错误：直接伸手扣球，只能用手臂发力拍打；或侧身击球，点在右肩，也只能用手臂拍打；侧身架拍后，先于重心转换直接转体，依然用不上身体力量，只能拍打；侧身完成后，用右手跟着去拍打击球。这其中大部分都伴随击球点错误，不可以刻意用右肩上面去击球。击球想用上身体力量，就要用转体带动顶肘。此击球点下身体转体的力向左，而球拍要向前挥，那肯定就是拍打击球了。用甩动的力量击球到底，在顶肘完成后，小臂上挥这部分是被甩上去，手腕是放松的，小臂是不主动发力的。甚至球拍上挥的前半部分都是靠甩动的惯性，拍面击球瞬间手指握紧，带动手腕前挥击球，击球后拍头带着小臂挥下。既然小臂上挥主要依靠甩动的惯性，那么大臂则需先于小臂向上移动后制动，从而甩出小臂。大臂单独移动阶段就是顶肘。错误的发力击球方式，肘的移动轨迹是直线。正确的击球发力方式，肘的移动轨迹是弧线。错的，对的。身体带动大臂上挥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是立正站好，举起右臂，用左侧腰腹收缩，身体左倾带动大臂上挥。若击球前架拍时重心在身体右侧，则左侧核心更能发上力。若以右腿为轴，在核心收缩前将左脚后踩，则更能帮助核心甩出右臂。伴随着左脚后拉，原本牵拉的左腰核心变为左髋至右肩尖核心，距离更长，力量更大。可总感觉虽然甩动了，但力量集中不在一起，而且站不稳。因为右脚为轴的转动只有离心力，离心力可将核心绷紧的力甩到手腕，但却是向四面发散不集中，所以只靠右脚为轴的转动是不够的。第二种是身体左倾，把重心放在左脚，此时左腿与右臂一条线，将大臂向后缓慢放置，与肩平行，上半身也会随之侧身。此时身体处于一整个张开拉伸的状态，随后左肩下拉，则带动右肩上压，右臂被向上转出。我们换个视角，此时变成了以左脚为轴画圆，随着大臂后放，核心被逐渐绷紧，随着左髋后转，左肩下拉，核心被拉开。此时核心收缩，甩出手臂用的是向心力，后放右臂绷紧核心，后转左髋下拉，左肩拉开核心，核心收缩，甩出手臂。虽然现在发力明显比前者好，但双脚平行站位无法与步伐结合，这就必须先做好确认步。确认步要尽量把击球点放在头顶上方，重心压在右侧，这样才方便用身体带动大臂上挥。若挥拍前重心不在右侧，这一看就知道啥心力也用不上，只能靠手臂拍打。注意确认不要脚前掌先落地，才能更好支撑住向后重心。脚尖不可以朝后，哪怕一点点，因为停不住，还因为这样会阻碍左脚后踩发起的顶髋。应该脚前掌支撑且力向前。学过前面我们知道，重心在右脚时力传导虽然很完美，但只有离心力会发不上力，力量会向四周发散。直接将重心放左脚，虽可靠向心力发力击球，却又连接不上步伐。那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不就好？
挥拍前先做确认不找球，并将重心压在右侧，先以右脚为轴，后踩左脚，用离心力发动力传导。在大臂开始被甩出瞬间，快速下踩左脚，将右脚为轴的重心转换为左脚为轴。甩出小臂击球时，重心完全转换至左脚，则正好用向心力集中发力。听起来是有点复杂，我们来看个小游戏，使用小臂力量跳杀的3种情况：一是在上跳过程中击球；2是在起跳最高点瞬间击球；3是在最高点开始向下落的瞬间击球。明显3集中，这不就巧了？先看球在身后的蹬转，身体重心先向上，然后到最高点，重心再下落。球在身前的拉转也是，重心先向上再下落。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重心下落瞬间才发力击球。身体重心到达最高点前挥拍，更多是利用离心力将力量传出去。到达最高点才开始绷紧手指、手腕，利用向心力将球拍抓下来，对吧？我希望你是有这种抓的感觉，你知道抓吗？上去是抓的感觉。如果在手臂上挥中小臂提前发力，错把重心上升的最高点当成击球点，又会变成拍打击球。正确的，错误的。离心力是储能和加速的趋势基础，向心力是控制和实现集中爆发的关键手段。我们要最大化的利用离心趋势进行蓄力与传导，而不是提前发力，把最高点当成击球瞬间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